各位，持续39天的美伊战争看起来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早上我一上班，美国总统特朗普兴高采烈地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帖子，他说跟伊朗达成了一个为期2周的停战协议。这个帖子内容很多，我来慢慢给大家讲啊。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前几天不是威胁吗？说把这个伊朗炸回到石器时代，已经炸回到了99%的伊朗军事力量都已经摧毁了，已经是石器时代了。然后呢，紧随其后呢，伊朗不是没怂吗？还把美军的 F-15E 都给干掉了啊！你别说伊朗可以的拿着石器时期的武器，愣是跟美国打了一场这个有来有往的战争啊。那特朗普就威胁了说我们这回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这次轰炸不仅仅轰炸它的军事目标，因为军事目标都炸没了嘛，要炸他们的民用设施，所有的桥梁，还有所有的这个发电厂，要把伊朗所有的文明都摧毁。时间就定在美东时间的4月7号晚上8点，说到这个时间点，如果伊朗要是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就开炸了。那么呢，特朗普就在帖子里讲了，他说就在这个倒计时之前没几个小时，这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他哀求哀求他说要暂时轰炸伊朗的这些设施，而且呢说了一个前提条件，说立即彻底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人家特朗普战略目标都达到了是吧？那你伊朗都答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了吗？特朗普那以胜利者的姿态表示，那就可以暂时就停战嘛，停战2周。而且他是讲了这次停战2周是双方都共同认可的，就是美军停战2周，伊朗也停战2周。所以伊朗的这个停战呢，已经得到了伊朗的最高军事行动委员会的认可。紧随其后，特朗普就说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停战呢？不是因为我们受到了伊朗的胁迫，是因为我们实现了所有的对伊朗打击的军事目标，而且远远超出此前的军事目标。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早就打赢了这场战争嘛，这个任何时期停战都不丢人。紧随其后，最后一点，他讲了他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给他转来了关于10点停战谈判的建议，他看到了。他说这10点谈判建议他认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谈，双方可以谈。大概其特朗普发的帖子主要就是这个内容。没多久这伊朗的外交部长他也发了一个声明。他发的这个帖子里头，口气相对来说跟特朗普比起来就比较强硬。他说什么内容呢？他说美国同意在美国的15点建议和伊朗的10点建议的基础之上，双方展开谈判。这是美国已经同意了，按照这个框架来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如果美国停止攻击伊朗，那么强大的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会停止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那比如说进攻那些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油轮，打击那周边海湾国家的那些淡水设施，还比如说美国的军事基地，那都是防御性措施，对吧？还有轰炸以色列等等他说言下之意就是你不打我了，那我也就不打你了这挺火嘛。第三个，他说经过跟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并充分考虑到技术限制，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那些油轮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伊朗愿意协助实现这些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过。大家可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各自的声明实际上这个声明的内容是有不同的。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立即彻底的开放，那这是前提条件言下之意，那肯定是伊朗已经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嘛，大家都可以过嘛。但是伊朗的这个声明中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里头，他还是施加了很多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你要经过跟伊朗武装部队的协商，并充分考虑技术条件。那还不是经过伊朗的同意吗？那经过伊朗的同意的话，那这几天不已经就是这个状态了吗？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天什么中国的呀，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的油轮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开始过了。过的目的不就是因为这伊朗在这里头要收钱嘛？一艘油轮收200万嘛，你交钱你就让你过嘛。那现在伊朗说，你经过跟伊朗武装部队的协商，并充分考虑技术限制，可以通过。那言下之意，那伊朗不是还是控制着
霍尔木兹海峡嘛。所以双方有分歧，那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今天看到的最新消息啊，美联社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中东的官员跟美联社透露了，说在这停火的2周期间，伊朗仍然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收取过路费，也就是每艘油轮收200万美金。这个消息你看到了吧？特朗普没透露啊，但是呢，美联社获取了这个信息。那比较双方这个信息，你就可以看到啊，双方现在是的确停火了，停火2周，这个没问题。但是双方对停火的解释啊，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停火啊？这里头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我们讲一下，大家都知道啊，特朗普最近一段时间不停的在给伊朗发最后通牒，先是2天，后来是5天，又是10天，最后又是2天，口气越来越强了。那一开始不就是说要把伊朗炸回到石器时代吗？而且说已经炸回到石器时代了啊。那人伊朗确实也是可以的，炸回到石器时代，还这个把美国的 F-15E 战斗机给打了下来呢。而且呢，那美国的营救的过程中间还损失了好几架其他的飞机，是不是？那你想想，在处于石器时代的伊朗的武装力量还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那特朗普就说了，4月7号晚上8点之前，你要不开放，你他妈的要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马上把你们整个文明都给摧毁了，而且永远不可以恢复。那啥意思啊？大家都知道伊朗是个文明古国啊，可以说全世界啊，那4大文明古国里头啊，那这面的中亚地区是最早的啊，有7、8千年的历史啊。那特朗普的意思啊，那不是要给你炸回到石器时代了，要给伊朗直接炸回到山顶洞人那个时期啊，你这所有的文明都要摧毁啊。那这个磨刀霍霍啊，怎么实现呢？就是把伊朗所有的桥梁、所有的发电站全部炸掉。那这个不是吓唬伊朗啊？那以色列在这个之前呢，就已经开始炸了，在伊朗炸了8座桥梁，而且呢，以色列就提前跟伊朗的老百姓说了，说你们这2天不要坐铁路啊，我们还准备炸你们铁路，因为炸桥梁嘛，铁路可能掉下去啊。但是伊朗也没怂啊，伊朗这个时候呢，我看到网上他就搞了很多人链，就在那桥梁上拉起来。那意思是什么？他说你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炸我们的桥梁，我们跟这些桥梁共存亡。当然，特朗普说炸桥梁、炸发电厂这件事情啊，这属于民用设施，在国际法上属于战争罪。他这2天因为这个原因，美国记者就问他 Deliberate attacks on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violat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Who are you international with? law. Who are you with? I'm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Zola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Are you The failing. Are you You see concerned? circulation way down at the New York Times. Are What's you going on concerned with it? that your threat to bomb power plants and bridges amount to No, war not at crimes? all. No, I'm not. I hope I don't have to do it. But again, I just said 47 years they've been negotiating with these people. They're great negotiators, and because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言下之意就是说，特朗普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啊，无法实现他的目标的时候，那他就是希望能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逼迫伊朗啊，能够坐下来跟他谈判。那这个时候，巴基斯坦嘛，就在中间斡旋呢。大家都知道，这一轮美伊战争之后，一开始斡旋的是土耳其，没搞成，后来是巴基斯坦出来了。巴基斯坦可能是伊朗比较信任啊，美国也比较信任啊。4月7号这一天，巴基斯坦的总理啊就在网上发推特，呼吁双方先停战2周。据说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就给那个特朗普打电话，就在4月7号的时候说赶紧停战2周，双方在谈啊。然后我看《纽约时报》啊提供了一个信息，他说在最后关头啊，中国给伊朗施加的压力，中国就建议啊伊朗要展示适当的灵活性，别硬扛，见好就收，能谈判解决啊，那个还是最后能在谈判桌上获得最大利益，也没有必要啊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最后伊朗就同意啊跟美国谈判了。当然这个信息啊美国也没说啊。当然中国为什么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其实这里头也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嘛，因为中国也有大量的那个油轮是通过霍尔木兹的海峡到中国来的嘛，所以中国也不希望伊朗跟美国长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的搞长庚组嘛，所以这也可以理解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终于达成了这个停火2周的计划啊。那么这里头啊，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打仗打了39天之后啊，双方会停火呢？
其实道理也比较简单啊。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啊，双方的实力相差非常悬殊。美国在军事上啊，对伊朗那绝对是碾压。战争刚开始的第一天，就把那哈梅内伊给炸死了嘛，对吧？而且呢，这个伊朗的雷达站呐、导弹阵地啊，很多都给炸没了啊，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啊，美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军事打击啊，它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军事目标，这个其实很尴尬啊。你想想，美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战前，首先让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对吧？把它的浓缩设施都炸掉，或者把这浓缩铀然后都弄到国外去啊。那这是一个核心计划，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在伊朗搞一个政权更迭啊，让伊朗最好产生一个亲西方的、亲美国的政权，那是最好的了。那这样的话，伊朗问题不就一了百了了吗？所以特朗普一开始就号召伊朗人民起义。 Finally, to the great, proud people of Iran, I say tonight that the hour of your freedom is at hand. Stay sheltered. Don't leave your home. It's very dangerous outside. Bombs will be dropping everywhere. When we are finished, take over your government. It will be yours to take. This will be probably your only chance for generations. 你们起义推翻这神权政权，这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实际上是打仗打出来的，他要打通霍尔木斯海峡，因为这战争一打，伊朗不就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给封锁了吗？谁也不敢过了吗？那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能力是下降了90%啊。那么这个目标呢，它现在也很难通过军事打击来实现。这里头最核心的原因，我们过去的节目都讲过，主要这里头实际上是个非对称的能力，就是美国花了很大的力气啊，去打击伊朗。伊朗确实军事上跟美国也没办法抗衡，但是伊朗只需要付出极小的代价，付出很小的成本，就可以啊让美国的战略目标无法实现。你就比如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只要时不时的威胁一下，其他那些船就不敢过了。然后过几天他给你打一艘游轮，这很容易，谁还敢过呢？但是你美国要想护航霍尔木兹海峡，那成本就高了去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拥有绝对的军事实力，但是他没有办法获得战略目标的实现，除非他发动一场地面战争。但是发动一场地面战争来讲，对美国的成本就太高了，而且呢，他面对的压力也非常大。首先是国会不一定批准呐。你现在打这种战争不需要国会来批准，但是如果你要是发动一场地面战，那你就必须得经过国会批准的。但是你看啊，美国虽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但是它的压力非常大。这些压力来自于哪些呢？比如说石油价格暴涨，战前的时候是65，现在都涨到100多块钱美金了。不光石油在涨，化肥也在涨，全球的食品价格可能都要涨。还有一个盟国普遍不支持啊。那美国传统的那些盟国几乎没有跟美国站在一起的，再加上国内的金融市场，这股市在暴跌呀，全球都在暴跌呀，这对美国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对特朗普啊。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呢，它的痛苦指数肯定是非常高的。据说是美国发动了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啊，伊朗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到了1600人，其中有将近300都是孩子。那你想想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包括哈梅内伊啊，包括那里头军事将领啊，那都死了一大批了啊。所以你想想，痛苦指数是远高于美国的。但是伊朗所拥有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抗压能力非常强，韧性非常强。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嘛，你想想，它没什么可失去的嘛，或者是可失去的不多嘛。所以应该说，伊朗所展示出来的这种韧性啊，是超出了美国的预期之外。但是呢，你说伊朗有没有怕呢？肯定也怕。为什么呢？你想想，如果把发电厂都炸了，如果把桥梁都炸了，那这些民用设施炸了之后，可能会使伊朗的经济陷于瘫痪。伊朗的经济现在本来就不行了，雪上加霜，对不对？如果你要是桥梁都没有了，发电都没有了，毕竟你这神权政权啊，在伊朗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呢。那万一这些反对的声音起来之后，真跟那伊朗政府干，我估计啊，伊朗政府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双方达成了这个停火2周的协议。但是我的看法是啊，虽然双方现在只停火2周，但是啊，未来不会再打了，极大概率不会再打了。当然了，2周之内谈成啊，这种可能性也非常低啊。
但是2周之后，极大概率就双方继续延长停火时间谈呗。那么今后啊，关于伊朗问题啊，双方可能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那这里头我们就要讨论一下这2天美国和伊朗各自开出来的停火谈判的条件了。美国呢是开出来了一个15条的条件啊，这15条的条件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伊朗彻底放弃自己的核计划。这个核计划里头就是说拆除你福尔多你浓缩铀的设施，然后把你现有的这些浓缩铀呢全部转移到境外去存起来。紧随其后呢，就说你要接受联合国的无期限的审查。这是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这个要求啊，或者说条件啊。那也就是说，要伊朗永久放弃你自己拥有核武器的权利，或者说你打算搞核武器的这个权利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么这些年伊朗不是一直在被国际社会制裁吗？那美国呢，就是说，如果你都答应了啊，我们给你解除一些制裁。什么制裁呢？围绕着核武器、核设施这部分的制裁，我们给你取消了。但是关于人权的、关于恐怖主义的，那还是不能取消。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还说了，除了核以外，我们要讨论伊朗的这个导弹计划，要限制伊朗的导弹武器的发展。这是美国提出来的啊。然后紧随其后呢，美国还提出来，你必须无条件的开放这个霍尔木兹的海峡，要把霍尔木兹的海峡的状态恢复到战争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说，所有海湾国家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绝对的通航自由权。那这是美国啊，就是这个15点计划中间的最核心的这些要点。那么反过头来我们再看啊，伊朗提出来那10点谈判的这个框架是什么内容呢？那跟美国几乎是针锋相对啊。第一，他说我们不要短暂的停火，我们是要一个永久和平。言下之意，咱们现在要谈就是谈一个永久和平计划，别搞短暂的，搞短暂的计划，你们现在歇口气儿，回过头来把兵运到这儿再跟我打，那我不是更被动吗？我还不如我现在我继续勒索你，让你疼受不了。所以伊朗要求的是一个永久和平计划。第二个，那么伊朗说呢，我们不寻求搞核武器，但是要保留民用浓缩铀的权利，民用利用核设施的能力。其实伊朗这个做法啊，原先它也是这个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我不造核武器，你们不说我要搞核武器吗？我不造，但是呢，我自己要保留浓缩铀的权利。但是你知道，他只要保留浓缩铀的权利啊，他实际上什么时候想搞核武器，那比较义无反顾。因为你只要可以浓缩铀，你生产核武器，其他的都是最简单的嘛。所以伊朗呢是希望保留自己浓缩铀的这个权利，是继续通过核设施来形成核威慑。这是伊朗的如意算盘啊。所以你看，这伊朗的关于核这方面，它是这么一个条件。另外，关于导弹问题拒绝谈，他不希望谈，因为伊朗啊，他知道他打不过美国，他打不过美国啊，作为弱势一方啊，他要想跟美国干，他有几个武器嘛？第一个核设施，对不对？只要能搞出核武器，美国就不敢搞他了，他是知道的。第二个呢，他搞导弹嘛，导弹也是处于弱势的国家，其实打非对称战争中间的有力的大杀器。你看这伊朗这次用的无人机，这发挥多大作用啊，是吧？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它还有一些代理人的网络，比如说胡塞武装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些啊，这些其实都是伊朗啊，他自己在非对称战争过程中间的这个武器啊，跟以色列搞啊。以色列你在黎巴嫩，你跟那个胡塞武装还有真主党，你搞来搞去，其实都是伊朗在背后支持嘛。当然，美国的15点计划中间也是要求伊朗彻底放弃对胡塞武装和真主党的资金和武器的支持，这是伊朗谈的啊。紧接着，伊朗关于制裁这方面，他提出来的是解除全面制裁，也就是说不能留死角。现在你美国在国际上，你不是冻结了伊朗很多钱吗？你都给我还回来。就是说不能你只解除一部分，要解除就全面解除。那么第四个方面，伊朗就提出来，他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这个通行费呢，就是1桶石油收1美元，1艘运油船收200万美金。他有道理啊，他说啊，我们是要求啊，美国赔偿我们因为战争所造成的所有损失，那不就相当于美国战败了吗？美国肯定不会出啊。那么不会出钱哪来呢？
那伊朗就提出来，我可以通过在霍尔木斯海峡收过路费来筹措伊朗重建的费用。那就相当于他们俩打架，让其他这些石油输出国或者是石油消费国来承担他们重建双方打架的这个后果嘛。那这个方案我估计啊，美国可能也有吸引力。那你想想，那伊朗你都炸得七零八落了，对不对？现在要停火，那这停火的钱哪来呢？重建钱哪来呢？通过这霍尔木斯海峡的收费来解决啊。这是伊朗提出来的第4个要求。第5个要求，伊朗就要求美国跟以色列要给伊朗一个永久的和平承诺，你不能再打了，你这过几天你再打我那不行。而且他还为了防止美国啊反悔，他说必须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这样的话美国和以色列不就不能反悔了吗？所以你看，这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啊各自提的一个谈判的框架。这2个谈判框架应该说是相去甚远，双方都拉开调门啊，提高了自己的这个谈判的筹码，都叫价很高。但这里最核心的2大焦点问题啊，实际上一个是核计划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这是未来围绕着美国和伊朗谈判中间的2大难点。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说美国要让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这个伊朗啊，我觉得啊，他可能比较难。为什么比较难呢？因为他知道，他只要迈过核门槛，美国就不敢欺负他了。如果他要是把那个核计划，也包括导弹、核什么都放弃了，他不但不能带来和平，相反，肯定美国和以色列将来变本加厉的会收拾他。所以，他可能让步的空间就是说，我把这个核武器我不生产，但是浓缩铀的这个能力我还是要保留的，这是伊朗啊最希望能够保留的。所以这是双方啊这个谈判的这个要求啊，或者说双方的这个诉求啊相差甚远。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2个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伊朗这是尝到甜头了。过去呢，霍尔木斯海峡虽然说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个领海交叉区域啊，但是呢，联合国国际海洋公约里就规定啊，自然形成的海峡不能收费，那拥有绝对的通航自由权。但是伊朗这次呢，跟美国搞不过的时候，咔嚓把霍尔木斯海峡给封锁了啊，然后要钱。那很多国家都愿意跟伊朗谈的。你想想，你这油价从65涨到100多，那我现在只要给伊朗1桶交1美元就过去了啊，大家花钱消灾嘛。但是如果伊朗要是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开始收费，等于联合国的海洋公约就作废了。你想想吧，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等于国际社会就承认了伊朗的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的主权收益权，此前从来没有过啊。人家伊朗还卖个人情，说我们收这钱呢，也不是光我们自己收，我们跟阿曼平分呢。我估计阿曼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肯定说：“我谢谢你啊，阿曼1年啊，他卖石油挣的钱，可能都不如霍尔木斯海峡收钱给他分的。”所以你看呢，伊朗这一招还挺高明的，拉住阿曼呢。他说：“你看，这不仅仅是我的，还有阿曼的呢啊。”所以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双方一定会形成一个焦点。美国肯定不愿意啊。如果要是伊朗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说白了，等于美国在整个中东的战略影响力就下降了嘛。那你伊朗这次可以卡住霍尔木斯海峡，你提要求，将来呢，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夸把霍尔木斯海峡就给封锁了，那怎么办呢？那这就等于就开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恶劣的先例。所以双方围绕这2点之间的争议，我觉得是未来谈判过程中间最大的难点。那围绕这2点呢，我觉得在未来的谈判可能会有几种情况啊。当然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我说了，2周谈不成，再延2周，再延2周就继续谈啊。当然也有极小的概率啊，就2周之后双方彻底闹掰了，美国又开始重新轰炸伊朗，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但是最终谈判的结果，我认为有3种可能。一种可能啊是双赢，这所谓的双赢啊，就是伊朗交出核设施，不搞了，把浓缩铀转移到境外，并且接受联合国的审核，满足美国在核设施上的要求。但是呢，霍尔木斯海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让伊朗来收费，
这个收费就是为筹措伊朗战后重建的费用。但是当这个战后重建的费用筹措完了之后，伊朗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自由通行权。如果要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啊，我认为就双方都有台阶下，然后呢，等于这个问题基本也就解决了。当然了，还有一点啊，就美国和以色列给伊朗一个未来的承诺，就是安全承诺，再不打你了。这3点就构成一个双方的3赢。那么除了这个3赢方案以外呢，那还就是一个对双方各自都有一个输和赢的方案。比如说关于核设施，那么伊朗全交出去了，全交出去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不再控制了，也不收钱，对吧？那么这就是美国大赢的一个方案，这是美国赢的。那反过来，如果要是美国在核设施这个地方啊，并没有让伊朗彻底放弃浓缩铀的权利，或者说就算伊朗放弃了浓缩铀的权利啊，在这个方案上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了，但是伊朗它将获得长久的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的权利，那我觉得啊，伊朗也赢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伊朗在战前啊，实际上对霍尔木兹海峡是没有这个控制权的，他也不能收费嘛。但是你打了一仗之后啊，他可以收费了，可以赚钱了。那么伊朗就等于掐住了全世界21%的石油输出的管道的脖子，那这个对于伊朗来说绝对是获胜了。所以对伊朗来讲，那这个方案对他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利好方案啊。那么就这3种可能，我个人认为啊，那么达成第一种啊，双方都能接受的这个方案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再打下去啊，反正美国是有点受不了，这个伊朗啊也有点受不了啊，所以最大可能还是双方都能达成一个都彼此能够接受的方案。但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呢，不可预测性太强了，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会妥协。然后特朗普呢，我估计啊，仗打到这个份上，他肠子都悔青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那当时《纽约时报》不已经报道说了吗？他说他当时被以色列忽悠了吗？我估计他现在也认为他被以色列忽悠了啊！因为以色列就不希望停战，据说是4月7号晚上停战之前，内塔尼亚胡知道这个特朗普要跟伊朗停战了，专门给特朗普打电话，说在伊朗没有交出浓缩铀和浓缩铀设施之前，绝对不能停止军事行动。当然了，那美国还是最后停止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它的战略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嘛。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他最在意的就是伊朗的核设施嘛，核计划嘛。但是美国现在就是说，伊朗没有妥协之前就已经先停战了。所以啊，在我看来，就未来达成这种可能性的条件或者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万一如果特朗普觉得这仗啊拖下去对他实在受不了了，因为马上美国也中期选举了嘛，他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妥协的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因为事实上现在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已经开始收费了，美国过去不也说了吗？收呗，我们也可以收啊，是吧？所以特朗普这个人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啊。但是我觉得《纽约时报》里头有一篇文章分析的好，他说这场仗啊有可能把伊朗打成啊这世界上第4大强国。为什么呢？他说在世界上啊过去都是美国一股独大嘛，后来呢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啊，他说基本上这3个国家主导国际秩序。但是呢这次美伊战争啊把伊朗有可能打成一个地区性大国，对国际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为什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拥有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收益权，它可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意味着它随时可以卡全球的能源的脖子，21%嘛，整个波斯湾嘛。那这个影响力是美国把伊朗打出来的。所以啊，未来这个谈判到底何去何从啊，将极大的影响整个国际格局的发展。如果美国啊最后打的那个结果啊，真的让伊朗在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区域性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这个国家，那这场战争啊，真的就是打了一个寂寞啊。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Our messaging on the war has moved from the war is coming to an end
we're going to be bombing Iran to the Stone Ages, and we've heard a range of those kind of messages. So which is it? Are you winding this down, or are you escalating it? I can't tell you. I don't know. I can't tell. It depends what they do. This is a critical period. They have a period of, well, till tomorrow at 8 o'clock. I gave them an extension. They asked for an extension of 7 days, right? I said, Steve, give them 10 days. Deliberate attacks on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violat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Who are you with? I'm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Result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Are you The failing. Are you concerned? Circulation way down at the New York Times. Are What's you going concerned on? that your threat to bomb power plants and bridges amount to No, not at crimes? all. No. I hope I don't have to do it. But again, I just said 47 years they've been negotiating with these people. They're great negotiators, and because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f somebody that takes my place someday is weak and ineffective, which possibly that will happen because we had numerous presidents that were weak, ineffective, and afraid of Iran, we're never going to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f you think it's okay for people that are sick of mind, that are tough, smart, and sick, really sick, from a policy standpoint, from a any which way you want to say, mentally, these are disturbed people. If you think I'm going to allow them, and powerful and rich,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can tell your friends at the New York Times, not going to happen. It means violating international law. Quiet. You no longer have credibility at the New York Times. Because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oh, Trump won't win the election, and I won in a landslide. I won every swing state. New York Times said, oh, Trump won't win the election. New York Times has no credibility. The credibility they have is it used to be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The old gray lady, it was great, but they're running on past fumes, and you can't keep doing that. You have to be able to give the correct news. And people like you, who I know, are fake. You're fake. Finally, to the great, proud people of Iran, I say tonight that the hour of your freedom is at hand. Stay sheltered. Don't leave your home. It's very dangerous outside. Bombs will be dropping everywhere. When we are finished, take over your government. It will be yours to take. This will be probably your only chance for generations.